你能想象吗？有一部佛经从头到尾几乎都在讲蠢事。一个人嫌菜太淡，主人替他加了散，菜忽然变好吃了，他就想，原来好吃是因为散，那我干脆整碗散直接吃，不是更好？结果一口下去，舌头麻掉，味觉全毁。这不是笑话大全，这是一部1500多年前传进中国的佛经，叫《百喻经》。他用将近100个荒别到让人摇头的蠢故事，把人性里最深的贪、吃、傲慢和我执一刀一刀全部戳破。有人想盖3层楼，却叫工匠只盖第3层，说下面2层我不要。有人渴到快昏倒，一路追着水跑，好不容易走到河边，却一口都不肯喝，理由是水太多，他喝不完。有只猴子手里抓满豆子，掉了1颗，就把手上全部放掉去找那1颗，回头一看，1颗也不剩。还有人为了躲掉一份苦差事，动手把自己的眼睛弄瞎。你听的时候会笑，可笑完会发凉，因为这些故事里的人做的事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做过，只是换了个场景，换了个说法，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蠢而已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用笑话说法的佛经《百喻经》。先说这本书《百喻经》，全名《百句譬喻经》，相传是古印度僧人僧伽斯那从佛典里辑录编写出来的一部譬喻集。南朝赐其永明10年，也就是西元492年，由天竺三藏法师求那毗帝在健康译成中文，今天收在大正藏里。据记载，求那毗帝是渡海东来的译经僧，记性极好，能把师父讲过的譬喻故事一则一则背下来，到了中土，再一则一则译给汉地的人听。书名叫《百喻》，可通行本其实只有98则，少掉的那2则怎么算？历来说法不一。有人说是连续带结强扩成100，也有人说本来就只是取个整数。它的体例非常固定，固定到你听3则就抓得住节奏。先讲一个荒biz到极点的小故事，通常100-200字就讲完，然后笔锋一转，来一句世间之人亦复如是，意思是世上的人呢，也是这个样子。接着把故事对应到人心的某一个毛病上，收尾。故事负责好笑，结语负责扎心。这种写法在佛经里叫譬喻，是佛陀最擅长的说法方式之一。不跟你讲大道理，先让你笑，笑到你放下防备，再把针扎进去。我们把这98则故事分成4组来看。第一组讲的是贪，开场那个吃盐的人出在全书第1则，渔人食盐喻。他嫌主人的菜没味道，主人替他加了点咸，菜果然好吃了。于是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所以美者原有盐故，少有上饵况复多也。之所以好吃，是因为有盐，一点点就这么好，何况多放？于是他把菜撇到一边，捧起盐就吃。结果经文只用8个字结案：食以口爽，反为其患。吃完舌头坏了，反倒害了自己。你看他的推理其实没错，错的是他把刚刚好直接换成了愈多愈好。第2则更好笑，叫玉石半冰喻。有个人饿了，一口气吃了6个煎饼，吃到第7个的一半，忽然饱了。他却懊恼地说：我今饱足，有此半饼，然前6饼糖自捐弃。原来让我饱的是这半个饼，前面那6个全白吃了，白白浪费了。早知道我一开始吃这半个就好。他只记得让他饱的最后那半个，完全忘了前面6个才是淡底的功劳。你笑他傻，可你看看现在的我们，薪水涨了要更涨，房子买了要更大，一天的行程排到满出来还嫌不够。贪的可怕不在于你想要，而在于它会让你算错一笔最基本的账。贪的第2种样子，是为了捡一粒芝麻，把整颗西瓜丢掉。第88则，猕猴把豆喻。讲一只猴子手里抓了一把豆，走着走着掉了1颗。经文写他的反应，便舍手中豆，欲昧其一。
他把手上所有的豆子全放下，只为了去找掉的那一颗。结果那一颗没找着，散在地上的一整把早被鸡和赶吃得干干净净。他失去的从来不是那一颗豆，是全部。第3个故事更贵，叫入海取沉水玉。有个富家子弟出海，辛辛苦苦采回一整车极珍贵的沉香，运到市场上却卖不掉。东西太好，价钱太高，一时没人买得起。他站了几天，看隔壁卖炭的人一车一车出货，现金入袋，心一急，回去把整车沉香烧成了炭。经文说，亦是卖之，不得半车炭之价值。拿到市场上卖，连半车木炭的价钱都换不到。世上最贵的东西就这样被他亲手烧成了最便宜的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为了一句话的面子，翻掉一段10年的感情；为了眼前一点快钱，把耕耘很久的东西砍掉。贪快、贪小、贪那个立刻拿得到的，往往就是这样把一手好牌打成了一车炭。第2组讲的是吃，不是笨，是脑子打了结，看不见事情的次第。最有名的一则是第10则，三昌楼玉。有个富人到朋友家做客，看见人家盖了一栋3层楼，又高又亮又通风，羡慕得不得了。回家立刻叫来木匠，说我也要盖一栋一样的。木匠答应了，开始平地打桩砌判。富人看了几天，愈看愈不对劲，就问你在做什么？木匠说盖第1层啊。富人急了，说出了这部经里最经典的一句话，我不欲下2长支之屋，先可为我做最上屋。我不要下面那2层，你先给我把最上面那一层盖出来。木匠傻眼，只好反问他，不盖最下面那一层，哪来的第2层？没有第2层，第3层又要站在哪里？可妇人半句都听不进去，只是重复那一句，我就是不要下面2层，我只要最上面那一层。这个故事之所以被讲了1500年，是因为它太准了。想要结果，不想要过程；想要那个最上面的一层，却嫌打地基太慢、太笨、太不划算。想3个月读完1辈子的书，想30天练出10年的身材，想一开口就讲出别人讲了半生才讲得出的话。你我身边这样的空中楼嘎，是不是每天都在盖？是的第2种样子是被自己的一个念头卡死。第5则，可见水域。有个人渴得快要昏过去，一路找水，好不容易走到大河边，却站在岸上发呆，一口都不喝。旁人急了，问他，你渴成这样，一路追着水跑，现在到了水边，为什么不喝？他的回答堪称千古名句，此水极多，巨不可尽，是故不饮。这水太多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喝得完？喝不完，那我干脆不喝。你听了想笑，可这正是很多人面对学习、面对改变时的样子。书太多，读不完，所以一本都不读；问题太大，解决不了，所以一件都不做。健身房办了卡，因为练不成模范身材，就一次也没去。第4则，父撒称死狱，更狠。有个丈夫出远门，妻子在外头有了别人，就找了一具尸体放在家里，托人捎信说他死了。丈夫回来哭得死去活来，把尸体烧成灰，装在袋子里，日夜带着。后来妻子回心转意，回来敲门说，我是你妻子。他撤着卓门说，我父久死，汝是阿谁妄言我父？我老婆早就死了，你是谁，竟敢冒充我老婆？人一旦认定了一件事，真相就算走到门口亲自敲门，他也不肯开。第3组讲的是慢，那种为了面子、为了名声、为了不肯低头，宁可伤害自己的执拗。第96则，撒称眼盲玉。说有个手艺很好的工匠替国王做工，做得又累又苦，想逃又逃不掉，于是他动了一个念头，便欲自坏其目，用必苦役。
他打算把自己的眼睛弄瞎，好躲掉这份苦差事。旁边的人听了都吓坏了，劝他说：“你这是拿一辈子的光明换一时的偷懒呢。工可以少做，眼睛坏了可换不回来。”他却听不进去。经文的结语毫不留情，说世上有些人就是为少名誉及以利养，为了一点点名声，一点点好处，就去说完，去毁掉自己的德性与根本。你看那些为了一句好听的评语去说完的，为了不认错而把整件事烧掉的，为了在群组里赢一场嘴仗而伤了多年交情的，本质上都是这位工匠拿一双眼睛换一天不用上工。傲慢最贵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从来不是别人逼你付的代价，是你自己抢着付的，而且付完之后，你还会觉得自己赢了。第4组，也是最扎心的一组，我执。一切都从我出发，凡是对我有利就要，对我不利就翻脸。第7则，任人为凶欲，是我觉得最现代的一则。有个富人又有钱又有德性，众人都敬重他。有个人看见了，就到处对别人说：“那是我哥哥。”人家问他为什么，他老实的可怕。彼有钱财，虚者则用之，是故为凶。他有钱，我需要的时候可以拿来用，所以他是我哥哥。后来这富人欠了一屁股的钱，被债主上门追讨，这个人立刻改口说：“那不是我哥哥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旁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刚刚还是亲哥，一转眼就变陌生人。1500年前的这则故事写的分明就是今天的人情。一个人红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是他的旧事，一出事，通讯录立刻安静。可百喻经真正要你回头看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你认的那些兄弟，有几个是真的认人，又有几个其实只是认他身上那一点好处。而别人愿不愿意认你，说穿了，套的也从来不是关系，是你自己站不站得住。读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，这98个故事讲来讲去，好像都在讲同一件事。没错，这正是百喻经最容易被误会，也最值得说清楚的地方。它不是一本笑话集，故事之所以一则一则换，寓意却高度重复，是因为整本书其实只在对治几种病：贪嗔痴慢，再加上背后那个总根源我执。吃咸的，后悔6个饼的，丢豆子的，烧沉香的，是贪；只要第3层楼的，站在河边不喝水的，认定老婆死了的，是痴；弄瞎自己眼睛的，是慢；认人为凶又立刻翻脸的，是我执。你把98则排开来看，会像一张人性的病历表，同一个病换98种发作方式。所以读这部经最好的方法，不是从第1则背到第98则，那会很懵，也很容易睡着，而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分组来看，一组看懂了，那一整类的故事你就都懂了。也正因为它讲的是病，不是事，所以它不会过时。换了朝代，换了工具，换了语言，人心里那几个老毛病一个都没少，这就是它能流传1500年的理由。那么佛法那么庄严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多蠢故事来讲？这部经自己在卷末的结球里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。他说，这些故事就像用树叶包着的药，叶子是外面那层好笑的包装，药才是里面真正要你吞下去的东西。药用完了，病治好了，叶子就该丢掉。原文那一句是细笑如叶果，实意在其中。嬉笑就像包药的叶子，真正的义理藏在里面。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特别重要，因为它同时提醒了2件事。第一，别小看那层叶子，道理如果讲得又硬又长，没有人听得下去。先让人笑，人才愿意打开耳朵，这是说话的本事，也是慈悲。第二，也别只顾着吃叶子，笑完就走，把整部经当成古代笑话大全，那你就真的只吃到了包装，硬一口都没噎下去。百喻经最聪明的地方是他从头到尾没有骂过任何人，他只是把一个荒僻的人摆在你面前，让你放心大笑，然后在你笑得最开心的那一秒，让你忽然认出那个人好像有点像我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百喻经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收在那个吃盐的人身上。他的错不在于他喜欢盐，而在于
他只看见了咸让菜变好吃，却没看见咸要放进菜里才有用。我们大部分的痛苦也都是这样来的，不是想要的东西错了，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，把一部分当成了全部，把更多当成了更好。所以下次当你又急着把整碗咸倒进嘴里，又想跳过地基直接盖第3层，又站在河边嫌水太多而不肯喝的时候，想起这几个1500年前的蠢故事，笑一笑，然后把手放下来，深呼吸一口，重新看一眼事情本来的样子。能笑自己的人才真的救得了自己。这就是这98个笑话最后想留给你的东西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从笑话回到战场，读一部与《孙子兵法》齐名，却更讲先治人后治兵的兵学经典——吴起的《五子兵法》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吃盐盖3层楼，丢豆子，河边不喝水，哪一个蠢故故事最像此刻的你？我们下集见。